嗨，我是九月，我想复原一场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《皮影戏》。它作为为数不多的世界级非遗，我却从来没有亲眼看过一次。相信很多人也听过皮影，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。它制作工艺之复杂，也是皮影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。首先制皮就需要选用上好的牛皮，经过流水浸泡3到5天，才能刮去上面的浮毛。去尽浮毛后，再用力绑在架子上，拉展绷紧，等待阴干。过上1个多月，它就会完全脱水，变成这样半透明的样子。接下来就是画稿了，我打算演的是3打白骨精这场戏，这是以前留下来的样谱。一般来说，花纹繁复到这种程度极难把控，但是皮影能做到这一点，精致细腻的同时，还能通过不同的造型组合，勾勒出各个角色的鲜明性格。这就是千年沉淀的魅力。这部戏有这么多角色，我演白骨精，谁演孙悟空啊？要不问问南翔？稿子有了，但是想让一张牛皮借光显影，以影显形，还得经过成千上万刀的雕刻，感觉光靠自己琢磨是不行的。我联系了汪海燕老师，他是汪氏皮影的代表性传承人，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。哇，老师这个怎么刻的？老师耐心地给我讲解了很久，除了皮影雕刻的技法，老师说最重要的就是刀子落下去要稳，起刀落刀一气哈成。给你2个核桃去练手气，练手劲儿。我手劲儿可大了，直接来试试。先过稿，用笔刀把画稿在牛皮上踏下来，就跟画画一样，好像也不是很难。不愧是我，一学就会。雕刻的技法也不复杂，只有雪花、拉丝、凿刻和推皮走刀。结果这刀一动都不动，难怪古代要用干牛皮做盔甲，拿刀都捅不进。老师说不能用蛮力，得用手指的巧劲儿。算了，我还是先老老实实盘核桃吧。盘了半个月核桃，我觉得我又行了。汪氏皮影最核心的技法就是推皮走刀，刀尖不动，光靠几根手指发力，转动坚韧的牛皮，逆着刀锋走线，这样刻出来的线条既干净利落，又细腻秀美。皮影能成为世界级非遗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上面繁复又精美的花纹。2000多年间，它完美融合了东方美学和民间传统艺术。那个小小的影人已经不只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它还是一段历史，一节文化，一部民间美术史。这一刻，我用 OPPO Find N3 捕捉到了历史长河里的光，非遗皮影的魅力在超光影长焦镜头下充分展现。匠人的专注，此刻也被哈苏人像永远定格。虽然盘了那么久核桃，但是真刻起来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自己腮帮子都在使劲儿。光刻这1个部件，我就花了1天1夜。不过对于皮影来说，再极致的用心都是值得的。在信息闭塞的古代，人们种土安迁，一般人能听说过最遥远的故事，也就是隔壁村子传来的消息。在讯息不够发达的年代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今夕是何年。是皮影戏给人们演绎了什么是家国，什么是大义，什么是善恶，什么是爱与自由。那一人一桌一幕一江湖，便是古人最初的浪漫，民间最后的信仰。
哇，终于刻好了。花了3天3夜，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皮影作品。我练了半个多月之后，南翔也来了。我还以为他真的天赋异禀，无师自通呢。怎么样了？我觉得好难啊。还行。太努力了吧，掉3块砖，我也得快点做了。接下来就是复彩，调色的机制得是融化的牛皮胶，这样色彩才能牢牢地附着在皮子上。皮影的配色非常讲究，它使用的是对应5行的青红黄黑白。皮影戏作为最古老的电影，直到明清时期都焕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。那个年代空前盛况，人才辈出。然而这种盛况对于现在的皮影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感受，因为随着现代电视电影的兴起，皮影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。到了汪老师这一辈，皮影已经不仅是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，还有着文化传承的责任。所幸他在汪氏皮影的积极探索下，已经慢慢找到了新的答案。很多奢侈品牌艺术展中都有了皮影元素的加入，中国的影子已经悄然登上了国际的时尚舞台。经过脱水坠结之后，一个影人终于做好了。不过一场皮影戏可不止一个影人，还需要一堆的小机关。这些都准备好，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。还缺一点点灵魂。影人都准备好了，之后要学习的演出才是最难的部分，因为要以光影之姿演绎世间百态，一心操控影人，一心唱腔念白，分心多用，还要面面俱到，想想都挺不容易的。好在毛老师教的特别细心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会这样。古代物资匮乏，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古人来说，已经非常幸福了。因为几乎在整部历史长卷中，都有一个人，在春3月的河堤柳树旁，在仲夏夜的伯府摊子边，在秋日的斜阳后，在冬天的暖炉前，他总挑着担子，笑呵呵地支起那个不大的摊子，紧靠着3尺生绡，2只巧手，便向观众道尽了千古天下事。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，今天机会来了。
僧去往西天取经，眼看离死不远了。好，随我出动，捉唐僧！乔装少女进山口，见人低头脸含羞。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妖怪，妖怪！不是妖怪，小姑娘，别害怕呀，不是妖怪，我们是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呀。不是妖怪，那正好给俺老子吃了吧。嘿，小姐，骗你我韩师傅，骗我俺老孙的火眼金睛。小姐，走了。嘿，女儿啊！哎呀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怎么死了啊？是不是你们杀死了我的女儿？哎，小姐就来骗人。这片被耕耘了许久的土地，重新开出了太多的花，是无数的昙花一现，才换来有一朵花能得到四季的偏爱。穿越2000年时光，变成了中国的影子。可是这个时代发展的真的很快，快到我们的影子也追不上了。或许我们可以驻足片刻，回头看一看我们的故事，等一等自己的影子。